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是草泥酿汉堡，今天为大家带来搞笑的美漫辛普森一家第16季第11集。凌晨3点，孩子们就在学校门口集合了。今天他们要去参观春田镇冰河。新小妹上车的时候，小新已经在等她了，等着她来施展自己的恶作剧，摔这一把跤，把新小妹的好心情都弄没了。她不明白为什么小新每次都要来这一手，她不想再和小新搭话，直接就向后面走去，然后又被小仙脚给绊倒了。漫长车程，加上小朋友们还拉了一段路程，终于抵达了白雪皑皑的壮观的春田镇冰河。当然，以上是图片仅供参考，真实的冰河只是一个小池子，还有上面漂浮着一小块冰。看着冰河变了样，新小妹判断出应该是温室效应导致的。导游告诉新小妹，政府对于温室效应的看法就是根本不存在温室效应。他说这冰河很正常。新小妹不知道他为什么要睁眼说瞎话，这都画得跟烂泥一样了。面对如此执拗小女孩，导游安抚她只适合待在家里，冰河没意思。孩子们来到纪念品商店，大厅里展出冰河世纪的家庭生活。看以前的原始人，新小妹又开始浮想联翩。如果这些聪明的战士能够说话，不知道他们会说出怎样的故事啊？小新表示他们在这里留了言的。只见一旁石头上刻着讽刺新小妹的图画，孩子们看了之后都笑了起来。似乎仅是这样的羞辱还不够，混混们还拿出纸来临摹了一幅。小新的恶作剧还没有完，他偷偷拿2个对讲机，鬼鬼祟祟朝新小妹的方向去了。此时，新小妹正站在众人面前，她谴责同学们无视冰河的消亡，而像个小孩一样呆着吃零食。她呼吁大家应该做些什么，冰河就是大自然给人类敲的警钟。趁着她情绪高亢，小新将一个对讲机放进了她的书包里。新小妹丝毫没有察觉，此刻还在滔滔不绝。她说罪魁祸首就是人类排放的温室气体。此话一出，从新小妹身上传来了放屁的声音。这下同学们又咯咯的笑了。小新还说人类唯一排放气体是新小妹放的屁。看着同学们笑成一片，新小妹还是没有放弃继续劝说，但她身上传出来的源源不断恶搞的声音让新小妹越说越没了底气。此时对讲机里传来了警长的声音，他让搞怪人赶紧离开这个频率，不要妨碍他在森林里搜寻杀人犯。新小妹这才知道这又是小新的恶作剧，她气得直接拿背后的对讲机去砸小新。躲过之后，小新将雪球扔向了新小妹，不料这让她掉进了冰河里。浮上水面的时候，新小妹头上顶着水草，还有一个青蛙坐在上面。见妹妹如此狼狈，小新没有丝毫愧疚，反而嘲讽她是一个书呆子。这次是真的将新小妹激怒了，她一言不发离开了嘲笑她的人们，坐在返程的校车上。新小妹咬牙切齿地表示，小新，你是有史以来最可恶最讨厌的小男孩，你根本不在意我有多么生气。她揪住小新的脖领子，这次你真的太过分了，等着瞧吧，我不会善罢甘休的。又是一天清晨，小新从睡梦中醒来，照例大喊了一声早上好，全世界吃我的内裤吧。不料此时耳边出现了别人的声音，今天没有内裤可吃了。转头一看是警长，他交给了小新一张禁令，从现在开始他必须和新小妹保持20英尺的距离。小新很不服气，他不认为一张破禁令能阻止自己揍妹妹，然后他就被关进了牢房。得知女儿给儿子弄了张禁令，辛妈简直不敢相信。新小妹表示这没有什么，法院还给了他一张给辛爸的支票。辛爸没有办法了，只得询问警长孩子们分开该怎么过日子。其实警长也不知道，他表示法律又不是自己定的，他们充其量是有点关系而已。然后就放了一个能解答疑惑的录像带，这个录像带通过解说人的亲身经历，解释了禁令所颁发的原因和效果。视频中，一个男人喜欢上了一个女孩，可惜那女孩对他不感兴趣，直接拒绝了。但男人没有放弃，还将厚脸皮贯彻到底，对女孩展开了疯狂的追求。第二天，那女孩就弄了一张针对男人的禁令，现在他们之间必须保持500英尺的距离。没错，解说员就是这个讨厌男人。视频结束后，众人也只得接受这个事实。小新询问警长，我怎么知道20英尺到底有多远？辛爸走过来安慰儿子，你不用真的数到20英尺，他有一个更加人道的方法。辛爸所说的方法就是接了一根20英长的杆子，为了这根超长的杆子，辛爸还用员工价购买了一个很酷的套子。要说起他什么时候成为了超市员工，就不得不提到支线剧情了。趁着孩子们出游，辛爸、辛妈一起去逛超市，没想到老辛普森竟然是这里的接待员。他很惊艳的上前询问他们需要推车还是购物篮。简单寒暄之后，辛妈说要推车，不料推车被卡住了，然后老辛普森一使劲，就直接栽倒在了推车里，最后还不可抑制的撞到了玩偶山。辛巴忙抱起父亲，亲爱的爸爸，我好想你的拐杖帽子，你个白痴，我在下面呢。老辛普森告诉儿子，顾客必须要有人接待，不然他们会很无助的。只见缺少了接待员，顾客们进门之后就不知道该做什么了。老辛普森脱下工作服交给辛巴，让我为你自豪一次吧，至少让我少丢一点脸。辛巴当上接待员之后，那就一个词，专业。他立志将每个顾客都照顾好。见辛巴这么能干，经理找到了他，说他比之前那个没用的老白痴好100万倍，还问他愿不愿意做一个全职的接待员。得知没有提升之后，辛巴毫不犹豫就答应了。没提升就意味着没压力呀。回到主线剧情，有了这根杆子之
时候，辛小妹整起小新来可谓是得心应手，而且最前端接的还是螺丝起子，疼的小新是哇哇乱叫。由于辛小妹的禁令，小新上学也受到了阻碍，她被不允许出现在教学楼里，以为自己以后不用上学了。小新真高兴呢，没想到自己要被红发威力单独教学，这里不仅环境恶劣，而教的内容都是以前他学过的。看威力手中的钢叉，小新只能瑟瑟发抖。20英里的距离连接着不仅是禁令，也是两个不同的世界。辛小妹在干净温暖的食堂吃饭，小新只能在大雨倾盆的室外吃披萨。辛小妹坐校车，小新坐购物车。就连在图书馆里看书，小新只得给妹妹让道。没过多久，小新就因为胳膊受到神经损伤进医院了。一天，父女俩正在餐厅里吃饭，趁着辛小妹离开添饮料的功夫，经理找到了辛巴，想让他当接待经理。得知这个岗位不仅没钱拿，还要加班，辛巴当即就不乐意了。但没想到经理手中居然有辛巴的墨西哥护照，还说不答应就将他遣返回墨西哥。于是辛巴只得同意了。小新现在十分郁闷，辛小妹的报复不允许他有片刻的宁静，哪怕是坐着喝牛奶，辛小妹也不让他如愿以偿。辛巴非常心疼，于是就带着一家人到了法院。他恳求法官撤销这条禁令，说自己的家都要被杆子戳散架了。法官给了小新一个表达想法的机会。小新表示是辛小妹一点幽默感都没有。他说法官一定懂他的感受，因为他选择了法律而不是结婚。可惜这一下拍在了马背上，法官已经结婚了。小新很奇怪，直接脱口而出：“他是怎么了？瞎了还是聋了？”听见小新这么嘲讽自己，法官十分生气，直接将20英尺变成了200英尺，为给儿子找一个安居之所。辛巴给他在离家老远的地方搭个帐篷。小新看周围黑森森的一片，忍不住瑟瑟发抖：“爸爸，这里好可怕。”谁知辛巴早已经跑回家了，小新只得安慰自己，家人一定会想念他的。其实并不，他们正在家里开音乐派对呢。清晨，小新从帐篷里爬了出来，看眼前绿树环绕，流水潺潺，小新突然觉得生活好像也没有那么糟。此时，辛妈在家里呼唤他，说辛小妹去朋友家了，让他回家上个厕所。小新刚跑到一半就停住了，现在他是以天为被，地为床，整个世界都是他的厕所，哪还用专门去？于是他脱下裤子，张开手臂，尽情享受大自然。打工人的一天终于结束了，辛巴正打算回家，谁知经理出门后竟将大门锁住了。同样被关在里面的还有其他员工。经理表示，趁着这个时间，他们可以完成自己布置的任务。辛巴很生气，我从来不熬夜加班，从来不。他的愤怒对门外经理毫无用处，他甚至还脱下厕所的钥匙。就在辛巴想要挥拳揍他的时候，突然感受到了强烈的电流。原来在体检的时候，他又被植入了听话芯片。在经理离开后，辛巴忍痛将芯片拔了出来。他对其他员工说：“我们一起把芯片拿出来，然后就去报警，把这个破地方关了吧。”不料他们却表示自己的芯片好几年前就拿出来了，还在这里只是因为已经接受了不能改变的事实。这当然是不可能的，他们只是为了更加方便偷东西。不过他们这种做法对于辛巴来说是小巫见大巫，他直接开车搬运超市的东西。小英现在已经是混得如鱼得水，他跟着狗狗们生存，他们一起奔跑，一起翻垃圾桶，一起打架，一起睡觉。他现在已经成为了一个狗孩儿。辛巴用望远镜看儿子的样子很心疼，他希望女儿能够原谅小新，毕竟他已经够惨了。辛小妹说自己不是不想原谅他，而是每次他一有这个念头，就会想起以前小新做过的坏事。辛妈劝说辛小妹，她也做过好事啊。那好啊，你举3个例子，比如你生病的时候，他把作业带回家了，是没错。但他以为那是坏事啊，就把它当作是件好事嘛。小妹想了一下，她也想到一件，自己的小仓鼠死的时候，的确小新在身边安慰她。还记得那个时候，小新用面包夹住了辛巴的手指，然后又在上面淋了番茄酱，接着辛巴就一直咬自己的手指。看着爸爸的蠢样，辛小妹终于展开了笑颜。好吧，现在有2件事了。辛小妹表示，只要再想起来一件，自己就放他进来。辛妈看到儿子沦落到抓老鼠吃，只得连连叹息。过了一阵子，辛小妹还是没忍住看了一眼小新，只见哥哥用稻草人做了一个字迹。辛小妹很是感动，小新也是想自己的，她觉得这就是小新为她做的第3件好事。辛小妹激动地拿着棍子来到小新身边，吓小新还以为辛小妹又是来戳自己的，直接跪下向妹妹求饶。眼见小新曲解自己的意思，辛小妹心一横，将杆子折成了2段。她说：“我发现原来我很想你，而且我从这个壮观的雕像看出来，你也在想我。”这些话让小新露出了不安的神色。紧接着，他认同了辛小妹的话，还说一起回家吃饭。不料没走2步，就遇上了混混们，他们正拿着火把打算烧掉这个雕像呢。辛小妹这才明白了雕像的含义，眼看逃不掉了，小新干脆说瞎话：“这火焰呀，它代表你的音乐天赋。”此话一出，小妹反而平静了下来。小新，我好想念你说的谎啊！我想我自己也是个讨厌的家伙吧。妹妹的话让小新也备受感动，这次他真诚向妹妹表达自己的歉意。辛小妹拿过了火把，亲手把自己的雕像烧了，还有那根杆子和禁令，兄妹俩之间的恩怨就此了结。空旷的草地上又重新响起了家庭交响乐：人不犯我，我不犯人；人若犯我，礼让3分；人再犯我，斩草除根。应对小新无休止的捉弄，饶是辛小妹再让步，也终是爆发了。然而
而惩罚小新的快感让兄妹俩彻底角色互换，甚至让新小妹变得比曾经的小新还要过分。若是放任自己被复仇的情绪占领生活的全部，酿成的悲剧将无法想象。好在时间能够抚平一切伤痕，恨意过后，隐藏其中的感情也会慢慢浮现。若是只知一味的忍让，势必会成为一个懦弱的人。然而懂得适时的宽恕，却会让我们成为更好的人。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，喜欢小伙伴别忘点赞、评论、关注，咱们下期见，拜拜。